那么这一款包包呢，采用布条线3团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位置给大家放了这样一个内衬袋，这样子的话，里面放些口红啊，比较小一点的东西都不会漏下去。我们可以在里面放粉饼、腮红、气垫、口红、散粉都是可以的。然后手机的话也可以放进去，里面放的东西还是很多的。那么像这个是一个束口袋，直接给它勒紧，然后把这个束口袋放在里面。然后这地方有个吸扣啊，给它关上。这个包包可以掖下胯，也可以当一个手拎包，都是可以的。带子的长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钩织，钩织方法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带子起的是50针，想长一点可以给它起100针来钩织。现在我们来学习这款小橘包包的钩织方法吧。钩这款小橘包所用到的材料是高品质的布条线3团，主丝2团，配色是花瓣这个配色1团，然后装饰标磁吸扣，里面的束口内衬，还有钩针工具，钩针用的是6.0粗细的钩针小工具是记号扣和缝合针。那么我们这一个颜色是一个芽绿色，后面这个颜色是草绿色，选择亮色系的线钩出来的效果会比较清新好看。现在我们来学习这个花心部分的起针。首先把这个线头拿过来，用小手指压住线，挂在食指上，然后沿着中指像这样子从前往后绕圈，绕好圈，捏住交叉点的位置，留一段小线头，然后钩针插到这个圈内，然后钩食指上的线，像这样子给它勾过来，轻轻往上拉长一点，留一段空隙，然后钩针绕线，勾过针上的这个线圈，这样子的话就是起立针。接下来这个线圈可以拿下来，我们转线头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线圈缩小缩小一点。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圈内去插针，勾食指上的线，给它往上带，然后接着我们钩针绕线，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这一个就是我们起针短针的钩织方法。钩好第一个短针，我们可以找个记号扣给它放上去标记一下，这是起针第1针短针的地方，给它放上记号扣，关起来，然后按开始钩第2圈，第2圈要加针，然后在立锁针的这个针目里面插针绕线，给它钩一个短针。这个短针钩完，我们可以把记号扣给它放上去，这是第2圈第1个短针的位置。然后接下来在这个位置继续插针，这是后面这一针，像小辫子一样的形状，由2根线组成，直接插针绕线。同一个针目里面钩2个短针，这是1个短针，在同一个位置插针绕线，钩第2个短针。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一个针目里面插针去给它钩2个短针，这个就是短针加针的钩法。我们钩的时候呢，把这个线圈往上挑长一点，你钩出来的这个针脚它会比较松一点。然后针上的这个线圈决定了这个位置这个针脚的大小。你要喜欢紧一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圈勒紧一点，但是不是很好钩，稍微往上带长一点，有一点点小空隙。然后你这样子去插针给它钩短针的时候比较好钩。那我们继续下一针的位置插针，同一个针目里面钩2个，
断针，重复把这一行给它钩完，大家自己完成。钩完第2圈，其实就相当于钩了8个加针，算上第1个立针加短针，这算是一个加针的话，那是1、2、3、4、5、6、7、8，这样子的话，总共钩好了8个加针。接下来把记号扣给它拿下来，在记号扣这个位置给它插针，然后钩针上绕线，给它钩过来，用前面线圈穿过后面这个线圈钩引拔。这个引拔针钩好之后呢，我们给它钩针绕线钩一个锁针。锁针钩完，在这个位置给它放上一个记号扣，在这个位置给它放上记号扣，然后像这样子，锁针前面引拔的地方给它放上一个记号扣，然后接下来在下一针，就是这个位置，在这一针这上面去给它插针，绕线钩一个引拔针，引拔针钩完，钩一个锁针。锁针钩完，这一针空掉不钩，下一针里面插针钩一个引拔针，然后再钩一个锁针，然后空掉一针，下一个针目里面插针钩引拔，这一圈都是这样子来钩织，一个锁针，空掉一针，下一个针目里面钩引拔针，然后再钩一个锁针，空掉一针，下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引拔针，重复把这一圈给它钩完。然后一个锁针，空掉一针，下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引拔针，再一个锁针，然后到了记号扣的这个位置，然后把记号扣拿下来，正好这边锁针钩完，空掉这一针，这一针钩过了，空掉这一针，在记号扣这个位置给它插针，记号扣拿下来，钩针上绕线钩引拔。好，引拔针钩完，那么我们可以给它断线了。把这个往上拉长，把这个线头剪掉，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就是花心的位置，在这一针这个位置给它直接从这个位置插针，把这个线头给它拉到后面去，然后这样子，花心这个位置我们就钩好了。我们看一下花心钩完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找到引拔断线的这个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给它放上记号扣标记一下，然后空掉一针，后面这个位置给它插针，把这个花瓣的颜色线拿过来，把线头给它夹住，然后钩针直接给它钩过来，往上，线头压在后面，留一段线头，不用留特别长，然后往上带线圈，钩针直接绕线钩过来，钩锁针钩6个，这是第1个。然后直接钩过来，这是第2个锁针，再绕线钩过来，第3个锁针，然后第4个、第5个、第6个，然后这个是锁针6针正面，然后给它翻到后面，每个锁针后面都有一个凸起的小横线，然后这个叫锁针里山的位置。接下来我们插针就插在这个里山上，这是第6针的里山，这是第5针的里山，我们从第5针里山上插针，绕线给它往上带线圈。钩的时候呢，松紧度要把握一下，然后钩针放平，这2个线圈在一个水平线上就可以了，然后不要钩太长，然后下一个里山上插针绕线给它继续往上钩，然后再插针，然后直条里山就行了，挑一根线给它往上钩过来，然后再继续插针绕线往上带，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直接遮紧一点，然后插在这个位置1、2、3、4、5，针上有5个线圈的时候，我们插针插在这个位置，同一个针目插针，直接插过来，然后把这个线头给它绕在钩针上，像这样子压一下，然后钩针绕线给它钩过来。这时候针上是6个线圈，我们钩针绕线钩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钩过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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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线圈。这样子我们2把它钩完，钩完之后呢，我们钩针绕线钩一个锁针，锁针钩完，锁针下方的这根横线直接给它钩过来，就是这个是个锁针，这个下方这个线直接插针绕线给它钩过来，然后接下来看侧面1、2、3、4这4个小横线上面给它插针绕线钩过来，1、2、3、4、
这时候针上是6个线圈，然后我们还是插在同一个针目里面继续插针，同一个地方插针，然后这个线头一直给它放在钩针的上方，钩的时候给它包在里面。然后这时候针上是7个线圈，还是按照两两相钩，1、2、3，然后是4、5、6，钩完6次，钩完6次，那么这是第2行花瓣第2行的钩法。接下来我们直接像这个位置，这一个不钩，从后面这一针开始，1、2、3、4，钩4次，钩针绕线给它钩过来，1次、2次、3次，然后是4次，钩4次，然后这时候是5个线圈，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插针，绕线钩过来，这时候针上是6个线圈，然后钩过来，这是花瓣的第3行，两两相钩，给它钩完。好，花瓣第3行我们就钩完了。接下来我们开始钩花瓣的最后一行。我们最后一行花瓣的钩法是直接从这个刺面插针啊，1、2、3、4，然后插针绕线钩引拔针，然后用前面这个线圈穿过后面的线圈，1个引拔，刺面插针绕线，2个引拔针，插针绕线，3个引拔针，插针绕线，4个引拔针。好，给它钩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继续插针绕线钩引拔针。好，这是一个花瓣的钩法。接下来我们需要重复这个第一个花瓣钩织方法，把这8个花瓣都给它钩完。那钩完一个花瓣之后呢，我们直接再空一针，就是这一针比较短、比较小啊，2根线组成的一针，给它空掉，从这一针比较大的这一针给它插针，然后钩针上绕线钩引拔，引拔完紧挨着是6个锁针，就跟这边钩织方法一模一样了。大家可以参考这一个花瓣的钩法来钩。我们再钩一个，钩完这个引拔针之后呢，往上立6个锁针，1、2、3、4、5、6个锁针钩完，然后这个是锁针的正面，翻到后面凸起来的这个里山的位置插针，1、2、3、4个里山。那我们直接插针在里山的位置插针，绕线钩过来1次，插针绕线钩过来2次，插针绕线钩过来3次，插针绕线钩过来4次，然后在这个引拔的这个针目里面插针绕线往上钩过来，针上是6个线圈，钩针绕线钩过前2个，再绕线钩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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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然后钩完这一个位置之后呢，我们钩针绕线钩一个锁针，钩完这个锁针之后，它下方的这个位置给它插针，这个相当于加了一针，只有这一行加，然后给它钩一针，然后接下来1、2、3、4这4针上方的小横线的位置插针，给它钩过来1、2、3针，然后是4针，4针钩完，下方同一个针目里面插针，然后这个白线多藏个几针，藏完差不多就可以把多余的断掉。然后针上是有7个线圈啊，因为这个加了一针，所以这个多了一个小线圈，也是一样的方法，两两相钩，给它钩完。好，只有这一个位置是加的，接下来就正常了。然后我们直接插刺面，1、2、3、4，这个刺面插针，2、3、4，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插针，绕线往上带。然后这时候针上是有6个线圈，绕线钩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钩过后2个线圈，再绕线给它钩过来，然后两两相钩，给它钩完。好，钩完之后呢，花瓣我们开始钩最后一行了，就是钩这刺面，1、2、3、4，钩引拔，插针绕线，引拔针，插针绕线，引拔针，插针绕线钩引拔，插针绕线引拔针，然后在这个位置给它插针钩引拔针。好，这是第2个花瓣的钩法。钩完第2个花瓣之后呢，在这个位置还是一样的，
这一针比较小的位置给它空掉不勾，从后面这针插针绕线钩引拔针，然后再往上立6个锁针，3、4、5、6，然后接下来的钩法就跟这边是一样了，大家返回去看这2个花瓣的钩法就可以了。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把这8个花瓣都给它勾出来，自己完成。这边7个花瓣已经勾完之后呢，我们在记号扣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地方是连接处，它可能隔得比较远，这一针空掉，然后这是连接处，那我们在记号扣这个位置给它插针，勾一个引拔，勾第8个花瓣，然后钩针绕线，拽紧一点，把这个地方可以拽紧一点，靠近一点，然后引拔针，然后紧挨着钩锁针6个啊，就跟第1个花瓣钩织方法是一样了。那么这个是第8个花瓣的钩法，大家自己完成。这里第8个花瓣我们已经勾完了，那么插针是插在第1个花瓣插针的这个位置，给它插针钩引拔，然后钩针绕线，给它钩个引拔针，然后直接收尾连接。然后勾完之后呢，把这根线给它拉长，断线，然后给它拽紧一点，然后钩针从引拔连接的这个针目里面给它插针，把这个线头给它勾到后面去。好，这个就是我们小花的钩法。然后把这个后面的线头找个缝合针穿一下，然后把这个线头像这样子藏在这个织物里面，多藏个几针，不脱线就行了。就沿着这个颜色的附近位置给它穿针，然后把多余的线头剪掉。然后其他颜色也是一样的方法，把这个线头藏在这个织物里面。这样子的小菊我们就已经勾好了。我们把勾好的小菊拿过来之后呢，找到这个后面，开始插针勾这个主体部分。然后我们看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有一根线，然后在这个位置，就这个边边上这个和这个的中间，这里一根，它斜竖着一根，然后这边一根线挑起来，然后斜竖起来的这根线也挑起来，然后把这个主体的颜色拿过来，给它插针，往上留一点点线头就行了。钩针勾一个锁针，然后同一个位置再插针，然后给它绕线勾一个短针。好，这个短针勾完之后呢，我们看这个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这边横线靠边边，然后这地方有一根，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竖线，然后在这个位置给它插针，然后往里侧插针，然后这边上也有一根线，给它挑起来，然后把这个线头一起包在里面，勾短针。好，给它勾完，就相当于这边挑一根，这边挑一根，这边挑一根，就是从后面挑针。然后在这一个也是一样的，边边上这根横线，然后这2根横线后面的这2根线给它挑起来，从这个位置给它插针，挑这2根，然后钩针上绕线，钩短针。好，这个就是我们花瓣上挑3个短针钩织短针就行了。勾完花瓣上，然后我们直接勾锁针3个，1、2、3，然后连接到下一个花瓣的位置，找位置也是跟刚刚是一样的，然后这边一个小横线，挑它，然后连它后面这一根也一起插针，多余的线头给它剪掉就行了，然后给它往上短针，然后这个对应的是这边，然后还有中间这一根，后面也是这边一根横线，横线连它后面的这个位置一起挑起来，钩针绕线，短针。好，这个也已经勾完，然后这边边上这里，然后也是这边，就像这个位置，在这里面2根线给它挑起来，然后钩针绕线，勾短针。勾完这3个短针之后呢，再勾3个锁针，这个就是循环钩。好，然后3个锁针勾完，连接下一个花瓣。大家自己把这个
花瓣上面3个短针，然后连接3个锁针，循环把这一圈给它勾完，自己完成。我们后面引拔完一圈之后，到最后这个位置连接，那么我们只需要勾一个锁针，然后钩针上绕线，在钩的第一针上面直接这样子去给它插针，然后把这个线圈拽紧一点，钩针绕线，给它勾过来，然后勾过针上的3个线圈，这样去连接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主体部分的第一圈已经勾完了，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主体第2圈，直接先勾2个锁针，2个锁针勾完，钩针上绕线，返回到这个大洞里面，插针绕线，勾2个长针。长针是直接给它勾过针上2个线圈，勾2次，然后再绕线，同一个针目里面插针绕线勾过来，针上3个线圈绕线勾过前2个，再勾过后2个，这个就是长针的勾法。长针勾完之后，我们钩针上绕线，在这3个短针上面勾3个中长针。中长针也是先绕线，然后插针是这个是第一针，然后给它勾过来。针上是3个线圈的时候呢，钩针绕线一次性穿过来，这是中长针的勾法。刚刚这里是长针，然后钩针绕线，在下一针里插针，再一次性勾过来，然后钩针绕线，再插针，再钩针绕线，一次性给它勾过来。这样是3个长针，3个长针勾完，我们在这个大洞里面接着去给它勾3个中长，钩针绕线，插针。然后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在勾的时候我们可以勾紧一点，就是主体部分这个位置可以勾紧一点。3个中长针勾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完钩针绕线，又到了这个位置啊，花瓣上面给它勾3个中长针，钩针再绕线插针，勾过针上3个线圈，钩针绕线插针，勾过针上3个线圈。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给它。接下来到了这个转弯的地方，这个大洞里面，钩针上绕线，插针，勾3个长针，勾过前2个线圈，再勾过后2个线圈，这是长针的勾法。一个钩针绕线插针，然后这是2个，然后钩针绕线插针，这是3个，3个长针勾完，我们勾2个锁针，然后再绕线。这个位置大家如果跟不上的话，可以去按暂停。然后再勾3个长针，长针先勾2个线圈，再勾2个线圈，这是长针的勾法。好，给它勾过来，这样子。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拐角处的一个钩织方法啊。这个是长针，中间全部都是中长针，然后到了这个拐角的地方是个长针啊，3针2锁针3针，然后接下来又是中长针了，然后在第一针这个位置啊，这一针比较小啊，我们在第一针这个位置短针上插针勾中长。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再绕线插针，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再绕线插针，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然后勾完钩针绕线，大洞里面插针勾中长针3个，然后给它勾过来，又到花瓣上面勾3个中长针，然后再绕线插针。好，这个位置勾完之后，接着我们勾的地方是跟这边是一样的，就是3个中长针，2锁针，3个长针，然后中间用2个锁针隔开，然后锁针1、2，然后接下来这个线，如果说在钩织的过程中用完一团需要接线了，我们看一下接线的方法。接线的时候呢，我们钩针先绕线插针。然后把要接的线给它拿过来，或者是这样子直接给它勾过来，勾过来。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勾的是长针，所以把要接的线给它拿过来，然后用要接的线直接勾长针，给它勾完。这边会有2个线头，然后我们钩针绕线插针，然后给它勾过来，然后再绕线插针。把2个线头包在里面钩织。好，这个又是一个拐角的位置，因为我们后面勾的就是个方形，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给它勾的是长针。接下来钩针绕线，第一针短针的位置插针勾中长，然后这2个线头给它包在里面一起勾，然后再绕线插针，中长针，然后继续绕线插针。中长针，然后在这个洞里面继续给它钩针绕线，
然后把多余的线头给它剪掉就行了。中长针1次、2次、3次，然后在这个位置也是中长针，1、2、3，好，然后这边是中长针，这地方跟这边是一样的这个洞里面钩织方法跟这边是一样，3个长针、2锁针、3个长针勾在同一个针缝里面，然后这上面中长针、中长针、中长针，然后勾到这个位置，我来教大家怎样首尾连接，大家把这个地方自己完成。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4个角我们都勾的差不多，到最后这个角的位置，上面也是3个中长针，然后钩针绕线，在这个洞里面勾3个长针。然后再绕线给它勾3个长针，然后钩针绕线2个锁针，然后我们看这个位置，我们找到第2个锁针，这第1个锁针是立针比较小，在里面我们找出来1、2，在第2个锁针上这样子去插针，插好针之后钩针绕线，勾引拔，用前面这个线圈穿过后面的这个线圈勾个引拔针。好，这样子引拔针勾完，我们开始继续1个锁针，在引拔的这个针目里面插针，勾1个短针。好，短针勾完，接着后面的这一针也是要给它勾起来的，插针绕线，勾短针，然后紧挨着就是继续一针对应着一针去钩织短针，然后一直给它勾到这个洞里面大家自己把这一排的短针给它勾完，一针对应着一针来钩织，自己完成。这一排短针给它勾到拐角处，这个洞里面去插针，勾2针短针，然后在这一针上面，这个长针对应的这一针上面插针勾短针，一直给它勾到结束。这一圈的短针我们已经勾到最后结束的这个位置，拐角处还是一样的，插针勾2个短针，然后短针勾完，把这个线给它断掉，断掉之后呢，直接往上拉线圈，给它拉出来，然后我们找到第1针短针的位置，从后往前插针，把这个线给它挂在钩针上，勾到后面去，然后给它用力拽紧，然后把这个线头用缝合针穿线藏在这个织物里面，然后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它拽紧一点，去把线头藏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片的钩法。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后片的钩织方法。小菊包包的前片我们已经钩织完成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学习它后片的钩织方法。后片我们也是采用环形起针来钩织，首先把线头拿过来，像这样子带线，在中指上像这样子绕圈，捏住交叉点的位置，留一段小线头，钩针插到圈内，压住交叉点的位置，勾食指上的线，然后给它勾过来，钩针直接绕线，勾1个锁针，锁针勾完可以把线圈拿下来，这样子调整一下线圈的大小，接着继续勾锁针2针、3针，起针的话我们锁针是1、2、3，勾3针锁针，勾完之后钩针先绕线，在圈内插针绕线，给它往上勾过来，当针上是3个线圈，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这是长针的勾法。然后勾完再绕线插针，勾1个长针，2个长针勾完，我们直接绕线勾锁针1个，再勾锁针2个锁针，然后钩针绕线，在圈内继续插针，钩针绕线给它往上勾长针，连续勾3针长针，再绕线插针，然后第2个长针再绕线插针，第3个长针，长针勾完，钩针直接勾2个锁针，然后重复前面的钩织方法，3个锁针3个长针2个锁针，然后把这3针长针给它勾完，勾完3针长针，紧挨着勾2个锁针，然后钩针再绕线，再给它勾3个长针。好，这样子我们看一下，2个锁针这个位置就相当于一个方形的一角总共有4个角。然后我们首尾连接这个位置，先把这个线头稍微缩小一点，这个地方不用把洞缩到最小，留一点小洞也是好看的，所以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我们长针勾完，直接钩针上绕线勾1个锁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起立针这边是勾了3个锁针，
我们看一下1、2、3，在第3个锁针上去插针。这个锁针勾完之后呢，在1、2、3第3个锁针上这样子去插针，直接插好针，把这个线头可以往上带一下直接勾针绕线勾过来，针上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针上这2个线圈，勾的是一个短针。这个短针勾完，那么我们反面第1圈就已经钩织完成了。接下来勾第2圈，先勾2个锁针，然后钩针绕线，返回到这个洞里面去插针，绕线往上勾，勾过针上前2个线圈，再勾过后2个线圈，勾的这个是个长针的勾法。然后钩针绕线，这个地方我们去勾3针长针，这一针对应一针，这边对应一针，这里锁针对应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勾短针的这个针目里面，继续插针绕线往上勾长针，然后钩针绕线，在这一针对应的这个针目里面，然后插针，线头一直包在织物里面钩织绕线，然后在这边插针，勾的也是长针。好，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3个长针，接着我们到拐角的这个洞里面去给它钩针上绕线，勾2个长针，2个长针勾完，连续勾2个锁针，锁针勾完再绕线，还是这个大洞里面插针，给它勾2个长针。勾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勾紧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这边3个长针对应着每个针目里面我们勾1个长针出来，这里这一针对应上方插针勾1个长针，再绕线，然后这一针对应着这个针目里面插针勾长针，然后再绕线，这一针上面对应的针目里面插针勾长针。好，勾完之后我们在这个转角的位置是先勾2个长针，好，2个长针勾完，勾2个锁针，再绕线，同一个针目里面插针，再勾2个长针。好，那么接下来呢，这边钩织方法跟这里是一样的。拐角的地方是2个长针、2锁针、2长针，然后这边呢就是每一针对应着勾1个长针，然后勾完到拐角，然后再到这个地方，然后再到这个洞里面，大家自己把后面的给它勾完。勾完这边的3针长针，我们绕线到最后这个拐角位置勾2个长针。2个长针勾完，钩针绕线直接勾1个锁针，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立针是勾了2个锁针1、2，然后我们插针插在第2个锁针上面，这样子去插针，然后钩针绕线，用前面的线圈穿过后面的线圈勾引拔，这样子去勾一个引拔针，勾完这样子第2圈就勾完了，勾完是个方形，然后钩针绕线勾锁针2个，然后再绕线返回到这个拐角的洞里面，插针绕线往上钩织1个长针，这个长针勾完，钩针绕线，然后在引拔的这个位置给它插针绕线勾1个长针，这一针插针位置要记住是在刚刚引拔的这个位置就是引拔连接的这个地方去勾1个长针，然后是后面也是长针，然后一针对应着一针去钩织长针，然后给它都勾完，跟这一圈的钩织方法一样。然后拐角的位置2个长针、2个锁针、2个长针，然后再给它这边一针对应着一针里面去勾1个长针，然后又到拐角的位置2长针、2锁针、2长针，然后这边继续延伸，给它把这一圈勾完，大家自己完成。我们看一下第3圈已经勾完，到最后拐角的位置也是给它勾2个长针，然后绕线插针，2个长针勾完，钩针绕线勾1个锁针，然后也是跟上一次引拔钩织方法一样，然后这是第1个锁针，这是第2个锁针，只不过第1个锁针在里面比较紧，然后这样子去插针绕线钩织短针。第3圈勾完了，就这样子。第3圈勾完就是这样子一个方形，2个拐角中间勾的是1、2、3、4、5、6、7，是7个长针，然后拐角的这个地方是2个长针、2个锁针、2个长针，然后又到这边这个地方对应这一针一定不要漏钩，1、2、3、4、5、6、7，然后又是拐角的位置循环。把它勾完，接下来我们看第4行，然后就跟第3行钩织方法基本一样，然后钩针绕线勾2个锁针，然后钩针绕线往回这个洞里面去插针，勾1个长针，长针勾完，钩针绕线，要记住在这个连接处的这个针目里面也要去给它勾一针的，如果这一针漏钩的话，那么你的针数会变少，所以我们这一针一定要给它勾起来，然后钩针绕线，再到这一针的位置给它插针，勾长针。接下来就是一针对应着一针勾长针，转弯的地方是2个长针、2个锁针、2个长针，然后又是一针对应着一针去钩织长针。大家自己把第4圈按照前面教的方法给它勾完，自己完成。然后我们第4圈已经勾完了，最后这个转弯处也是2个长针，2个长针勾完呢，我们直接钩针勾2个锁针，就是最后这个位置我们要勾2个锁针，2个锁针勾完，然后在这个地方立针第2个锁针处，这是第1个，这是第1个，这是第2个，在第2个锁针处
给它插针，钩针上绕线。这个位置我们不钩短针了，直接钩引拔针，用前面这个线圈穿过后面这个线圈，这是引拔针的钩法。引拔针钩完，我们直接钩一个锁针，锁针钩完，在引拔针的这个位置钩一个短针，然后直接给它插针绕线，往上钩短针，给它钩过来。这个短针钩完，大家也可以找个记号扣给它放上去标记一下，如果熟悉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放。然后这个短针钩完，后面这个织目里面去给它插针，然后绕线钩织短针，然后继续插针绕线钩短针，一个织目里面对应钩一个短针。这一行我们是钩织短针，直接插针绕线，钩过针上的这2个线圈，这是短针的钩织方法。然后我们把它这一圈的短针给它钩完，然后一直钩到这个拐角的位置，拐角的洞里面连续钩2个短针，大家自己完成。我们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1、2、3、4、5、6、7，这个地方是15个短针，包括引拔的这个位置这一针短针在内。那么我们到了转弯这个洞里面，是直接插针绕线钩短针1个，然后再插针绕线钩短针2个。然后接着这一针对应的这个织目里面插针钩短针，然后一直给它钩下去，再钩到另一个拐角处钩2个短针，拐角转弯处里面钩2针短针，剩下的都是一针对应一针去钩织1个短针。大家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把这一圈也给它钩织完成。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圈短针，我们已经钩到拐角这个位置，给它正常的插针钩2个短针出来，然后把这2个短针给它钩完。2个短针钩完之后呢，直接断线，跟第一片的方法是一样的。然后直接把线拉过来就可以了，然后记号扣拿下来，在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给它从后往前插针，然后把这个拉过来的线头直接用钩针钩到后面去，然后拽紧。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已经钩完了后片。最后一圈我们钩完这一个就是一个方形，大家如果说钩的手劲不均匀，或者是钩的有点松，它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子凹凸不平的这种情况，尽量去钩紧一点，然后钩出来的这个织片它就比较方正。然后我们找一个缝合针穿在线头上面，把这一针给它勒紧一点，然后藏线头的话，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线穿到这个位置，挑开这个织物里面，然后像这样子去给它穿一下，然后沿着钩好的这个织物给它穿个几针。想让这个线头紧一点，那么我们可以多穿个几针，像这样子去穿好，把线头隐藏好，然后把多余的剪掉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开始教大家去钩织这个包包侧面就是这个侧面的钩织方法。因为织好了前后片，侧面它是要有一定的厚度。现在主要学习这个侧面的钩织方法。在钩之前呢，我们找一个记号扣过来，就是这个线头，我们是给它在右下角的位置，然后找一个记号扣过来，卡在这一针的位置。这个线头在右下角的位置往上，然后这个拐角的位置这一针和这一针把记号扣放在下方这一针上面，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再找一个记号扣过来，然后这边和这边我们调这个下方的位置，然后在这一针上面放记号扣，然后这一针放记号扣，这一针在这里。好，这样子，然后我们开始插针，在左边记号扣的这个位置，把这个记号扣可以拿下来，然后从这一针的位置给它这样子去插针，挑一半，然后在后面这根横线也给它连着一起给它挑起来，然后把这个线拿过来，把线拿过来直接接线上来，留一段小线头，钩针直接钩一个锁针，锁针钩完，在这一个织目里面我们插针绕线给它钩一个短针。好，这个短针钩完，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短针，但是钩的短针比较特别一点。那么我们这样子这个是个正面，这个是个反面，拿的时候不要拿错了。然后继续在这个短针这个织目里面再插针绕线钩短针的未完成针，像这样子针上有2个线圈。接下来在下一个织目里面插针，挑的也是跟第一针是一样的先挑这一半，然后连着它下方这根横线一起给它插针，这样子2根，每次插针都是这样子都是一样的插针位置。插好针，把这个线头绕在钩针上，钩的时候一起钩到织物里面，然后调上来。当针上是3个线圈的时候，绕线一次性穿过来这个就是侧面的针法。然后再插针绕线往上带。然后这个位置已经钩过了，再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在下一个织目里面插针，连着后面一起插针，这样子。然后插好针，钩针绕线给它往上，钩过针上的3个线圈，然后继续插针，钩完的这一针里面再插针，然后在下一针的位置给它插针，然后线头藏个几针，把多余的剪掉就行。然后钩过针上的3个线圈，每次都是这样钩这一针已经钩完了，那就从这一针的位置插针。然后绕线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然后在下一针的这个位置插针，然后连着后面的这个位置一起给它钩过来。我们按照前面教的方法，把这一圈给它钩完，钩到右边记号扣的这个位置，然后正常去插针钩，把记号扣这一针钩完，然后插针绕线短针的未完成针记号扣的位置，然后也是插针绕线钩短针的未完成针，钩过针上所有的线圈，然后钩一个锁针翻转织片，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圈，然后这一个是锁针，在这一针的位置给它插针钩一个短针
短针钩完，在这个短针的针目里插针绕线往上钩短针的未完成针，后面这一针插针绕线短针的未完成针，勾过针上的3个线圈，然后继续插针绕线往上短针的未完成针，下一个针目里面插针短针的未完成针，然后勾过针上3个线圈，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把这一行也给它勾起来跟这边钩织的方法是一样的，大家自己完成。我们看一下第2行这个位置已经勾到了最后一针的这个位置，按照正常的钩织方法把最后这一针给它勾完，然后绕线给它勾过来，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勾完有花的这一面的时候呢，我们勾完直接断线就行了，直接这样子断线。好，断线完就是这样子，这一面是有花的，按照同样的方法，两面钩织方法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这一面就是后片给它拿过来，这个是我们的后片，然后把这2片给它连接在一起。有花的这一片在右边，然后我们找到第一针的这个位置，然后从这个位置插针，然后把这个后片拿过来，后片不要断线，只有前片断线，后片不要断线，我们要接着钩连接2个连织片，然后把这个直接给它这样子带过来，然后钩过来，连接好之后呢，把这个线给它放在后面。接下来我们连接就是挑正片的一半，就是挑这一根，然后我们这一针就已经连接完，从后面这一针的位置给它插针，后片直接挑2根线，然后拽紧钩针绕线，钩引拔，然后引拔针给它勾过来，然后这个是正片挑一半插针，然后后片这个位置挑2根线，然后钩针上绕线给它勾过来，这个就是次面连接的方法。大家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把这一圈给它钩织完成。这一面是个正面朝外，然后这边也是正面朝外，这样子去连接，一直按照一上一下去引拔就行了。上面我们挑一半1根线，下面挑2根线，然后钩针上绕线钩引拔针。钩的时候松紧度要把握均匀一点大家自己完成，把这个都给它连接完到这边，自己完成。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位置引拔针一直给它引拔过来，到了最后一针这里，我们看这边还剩下2针，然后这边这个线头给它拽紧一点，就只有1针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去调整，正常情况下的话是一对应的，但如果说我们钩的时候呢，这边上面只有1针，或者是下面只有1针，2针不对称的话，这个没关系，我们直接钩在一起就行，插针绕线，然后我这边下面剩了2针，直接给它先钩完，然后再把上面这一针再钩一次就行了，然后把这个下面这一针插针，然后把这个给它钩过来，你只要把它钩完就行，但是不能插太多，如果插了2、3针这样子差距就太大了，尽量是一对应着来钩。然后钩完之后呢，像这个位置我们要直接给它钩锁针，把这个线头放在里面，钩的时候一起包裹在织物里面，然后直接锁针1针、2针，然后我们钩3个锁针这个地方我们钩2个锁针就行了，然后我们钩2个锁针，然后钩针上绕线，然后在这个地方对应上去的这个位置，然后插针绕线，往上钩1个中长针，然后钩针再绕线，然后在这个位置延伸上去这个大洞它上面边缘的这个位置这一针插针，然后钩针上绕线，然后给它钩过针上3个线圈，这个是中长针的钩法。然后接下来钩针绕线，然后这边竖线延伸上去，在这个位置给它插针绕线，还是钩中长针。好，接下来我们再钩的话就是钩加密短针了，然后在这个位置这一针上面，就这一针和这一针交接处对应的这个位置，然后直接这样子去插针，然后后面插针出来是这个横线对应的2根线的中间位置插针出来，直接插针绕线钩短针，往上挑钩过针上的2个线圈，然后接下来是这一针，然后这一针和这一针交接的对应这个针目里面插针，然后后面这个横线，然后我们绕线给它钩短针，钩的时候尽量要均匀，大小差不多，然后不要有大有小，后面这个横线下方2根线的中间位置插针出来，然后给它钩短针。好，这一圈的短针呢大家自己完成，把它一直给它钩一圈，我们从这边钩的加密短针一直给它一针对应着一针钩过来，然后接下来到了这个位置，就是钩半针的这个位置对应的这一针的位置给它插针绕线钩1个中长针，然后再钩针绕线，从这一针的位置对应上去插针钩中长针，然后再钩针绕线，然后这一针对应上去，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纹路很明显，然后我们插针钩中长针。好，钩完钩针再绕线，然后沿着这个位置在这边这个里面插针钩中长针，这边总共是6个钩针绕线，然后沿着这个位置给它插针，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插针绕线钩1个中长针。好，再钩针绕线，这边竖线延伸上去的这个针目里面插针钩中长针。好，钩完之后呢，在这一针上面这一针和这一针交织的对应的这一针插针钩加密短针，
后面也是这个横线，下方对应的2根线的中间位置插针出来，跟前面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位置的加密短针，大家自己给它钩完，跟这边加密短针钩法一样，我们自己去完成。我们看一下，钩到最后这一针加密短针，我们把它钩起来，然后钩针绕线，钩加密短针。接下来钩针绕线，开始钩中长针，沿着这个半短针的这个针目给它往上插针，钩一个中长针，再绕线，沿着这一针的位置给它插针绕线，钩中长针，然后再钩针绕线，沿着这一针的方向给它在这个洞里面插针绕线，钩中长针。好，钩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地方是1、2、2个立针锁针，然后在第2个立针锁针的位置去插针钩引拔1针，就是我们起立针2针锁针的这个位置给它插针，从这一针的位置给它插针绕线，钩一个引拔针。这一针引拔针钩完，我们从后面这一针，就是这个中长针对应的这个针目里面直接插针钩引拔针，最后我们再给它钩1圈的引拔，然后一针对应着一针来钩织。钩好的第一个这个位置，这一针的位置你可以放个记号钩去标记一下，然后大家自己把这个引拔针给它钩完，钩1圈。我们这一圈引拔针钩完之后，到了这个位置就是锁针这个位置，直接拉长断线就行了。然后把这个缝合针拿过来，然后跳过这一针，从后面这一针的位置给它插针，然后收尾连接，然后再从插针出来的这个位置穿进去，调整一下这一针的大小，这样子。好，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个线头藏在这个织物里面隐藏。藏线头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自己找一个位置去藏一下，然后把多余的线头给它剪掉就行。这个就是包包主体的钩织方法，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包包主体的钩法，钩的时候尽量紧一点，然后钩完这样子去调整一下这个边缘。现在我们来学习小橘包包带的钩织方法，用这种方法钩出来的包带结实耐用，不易变形，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它的长短。我这个包带的长度大概是起了50针锁针，如果说想当单肩背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针数起到150针左右。我这个是起了50针，可以当一个腋下单肩包，也可以当一个手拎包的一个长度啊。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这个带子的钩织方法。包带我们是采用锁针起针来钩织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头留的稍微长一点用于缝合在包包上，然后这样稍微长一点，钩针放在这个线的后面，像这样子去绕一圈，捏住交叉点的位置，钩针绕线，钩一个锁针拽紧，然后接下来就起锁针钩50个就跟我样品的长度差不多。大家想钩长一点，那么你们自己去给它把这个锁针钩多一点，然后直接钩针绕线钩过来，这个就是锁针的钩法，非常的简单，需要多长就钩多长钩完可以自己去量一下。好，给它钩织过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把所需要的锁针给它钩完。我这里以50针锁针为例来做示范讲解。50个锁针钩出来包带的长度大概是43厘米左右，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去看一下起多少针合适，自己用。我这里就以起50针为例来给你们做示范讲解，然后方法都是一样的，大家自己把所需要的长度给它钩完。钩完了50个锁针之后，我们翻转过来，在这个每个锁针这个里衫上面去插针钩短针。从倒数第2个里衫开始插针钩，这是倒数第1个，这是倒数第2个，然后这样子去插针，钩针绕线往上跳，钩短针，然后这边继续插针绕线往上钩织短针，一针对应着一针来钩织，都是在每一个锁针后面凸起的这个里衫上来钩短针。大家自己把这短针一针对应着一针给它钩完，自己完成。我们已经按照前面钩短针的方法，把这个钩到最后一针，直接在最后一针上面插针，也就是起针的这一针上面，然后给它插针钩短针。好，钩完短针之后直接翻转过来，不需要立针，然后在地针的位置给它插针钩短针，然后再给它钩回去。那我们插针的时候就是直接这样子去插针穿2根线，2根线的下方插针钩短针。大家自己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把这一排的短针给它钩完，钩到最左边，自己完成。然后我们钩回来之后呢，最后这一针直接正常插针钩短针就行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针，然后给它钩短针，短针钩完，然后我们稍微往上带一下线圈，然后在插针钩短针的这个位置给它插针钩一个引拔，引拔针钩完，然后接下来就在这个一针的上面去插针，钩针绕线钩也是引拔针，引拔针就是用前面的线圈穿过后面的线圈，这是引拔针的钩法。接下来我们就给它钩一排引拔针就可以了，插针绕线引拔针，然后一针对应着一针来给它钩引拔，大家自己把这引拔针给它钩完，自己完成，给它钩到这一头。我们引拔针钩到这一头，有线头的这一头，直接给它插针引拔，然后这个线头可以放在后面不用管，然后在这个位置给它插针引拔，
然后往上再长一点，因为我们接下来在这个位置插针钩引拔针，然后沿着这个方法往后一直给它钩完，自己完成，把这边的引拔针也给它钩出来。然后这边我们也已经钩好了，然后在最后一针上面钩引拔针，引拔针钩完可以直接断线，留一段线头用来缝包扣，然后这样子。好，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包带正面，这个是反面，引拔针的这一面是我们的正面，然后把钩好的这个包包拿过来。然后像这样子正面朝外，也给它缝在包包上面。中间我们可以用这个低字扣接住于这个低字扣，先把这个低字扣我们给它缝在这个包带上，用留的这个长线头来缝，然后给它这样子缝在这个是正面，那就是缝在后面这个位置，然后这样子去穿针，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穿几针。然后给它穿几针，想让这个包带结实一点，我们可以多穿几针，然后给它固定住。这个自己去穿就行，这个没有什么难度。然后在这个边上，在这个位置，然后像这样子给它固定住，然后把这个包带拿过来。可以直接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正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这个洞有点大，待会儿我们用这个线给它缝一下。这个是我们引拔连接正中间的位置，所以我们包带也要放在这个位置，这样子卡过来，在这个位置给它穿针，卡在这上面。如果觉得碍事的话，可以直接缝上来也可以啊，不要这个包扣，然后直接缝上来也可以。然后再这个样子去给它缝，需要多缝个几针。然后在这个位置插一针，这样子，这个是朝外的，然后给它缝完。两边缝制方法都是一样的，这边因为我们也是留了线头，像这边这个线洞比较大，我们可以通过用这个线给它穿一下，往一起拉一下，这样子，把这个洞缩小一点，然后可以再顺带着把这个包扣再固定一下。好，这样子就给它缝好了，贴近这个边缘，上下连接贴近这中间的空隙要小一点，比较好看一些。如果说大家比较省事，你可以断线。你要是想把这个包带放下来自然一点，你可以把这地方断线。我比较懒，就直接把这个线拉过来直接用了。其实断线的话，这个包扣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放下来的。看个人了。这个包带缝合方法就是这样，大家用同样的方法把两边都给它缝合完，自己完成。然后两边包带我们都已经给它缝好了，缝好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教大家去缝合这个搭扣。这个搭扣呢是一个磁吸扣，直接搭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直接给它放在正中间的位置，这个很好找，就是两个花瓣的中间有3个长针，然后在这个尖尖的地方对应这个正中间这个位置往下就行了。然后这个就是正中间的位置，然后后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去找，然后把这个给它对齐，然后这样子，后面是这样子。找到这个中间，它这边也是可以找到正中间的，像这个位置1、2、3、4、5，然后就是1、2，然后5，在这一针的位置是正中间，然后这样子，因为中间撇开这个位置，我们这里是11针，然后这边是5针，这边是5针，数这个长针1、2、3， 1、2、3、4，然后盖掉一针，然后这边也是1、2、3、4，盖掉一针，然后这底下是3针，这样子就是正中间对应过来。然后这样子去找，给它缝合。缝合的话，大家自己用家里面的缝合针来缝就行了。然后先把它缝前面或者是后面都可以。然后家里细的缝合针穿上线来缝，然后把这个线后面打个死结，随便从这个针眼里面从哪个位置插针都可以。我们把这个上面顶到这个边缘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像这样子，顶到边缘的位置，对准正中间这一针。然后我们插针后面，缝的时候注意不要扎到手就行。然后这样子一针对应着一针去缝合。这个洞眼要找准位置，然后这样子沿着这个周围缝一圈，大家自己把这个包扣给它缝完，自己完成。把这一圈都缝完，我们在后面打个死结，然后给它断线就行了，然后再绕线，然后把这个断掉。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把后面这个包扣给它装上去，然后装之前可以先给它定一下位置，大体位置去定一下，
然后给它看一下松紧，这边包裹的严一点，然后固定好位置，然后我们就把它打开，然后从这后面把这一个包扣，把这个包扣也给它缝上去，这个包扣就自己完成。包扣这样子我们就缝合好了。然后这个是个天蓝色啊，搭配白色勾出来的小包包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扣直接给它搭上去。然后我们这里面洞是比较大的，为了防止大家放口红啊一类的小东西、小物件啊容易掉出来，给大家搭配了这样一个内衬袋，是一个束口袋。然后这个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放在里面。如果说只是放手机物件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内衬袋是可以不用放进去的。这个内衬袋是给它量身定做的，因为这地方多出来一块，如果给它收口好之后呢，给它像这样子给它放在里面，然后再把这个打口给它关上，然后这个也不影响美观，而且又安全。这款小橘包包的教程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学会。